这节课啊，我们用这个卡纸啊，用这个50×50的这个卡纸啊，来画一幅这个荷花翠鸟。那这个卡纸的话呢，画出来啊，它会比宣纸要更加好看一些，因为卡纸的话呢，它本来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像脱表了一样啊，像已经装裱了一层效果一样啊，它好像周围有一个外框一样，所以说卡纸画的话呢，相对来说呢，效果呀画出来会更加好看一些。再有呢就是卡纸啊，这个它有一个底色啊，再加上底色之后呢，它更好像加了一个背景一样。所以说呢，其实有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创作一些这些小尺寸的作品，然后呢来这个去画一下啊，来找找感觉。包括大家其实有时候自己画完之后呢，是可以通过认为好的作品呢，可以去拿去装裱一下。那装裱之后的效果呀，和装裱和你刚画完那个效果呢，是差距还是很大的。啊，这节课我们就来用这个卡纸来画一幅荷花翠鸟。画的时候呢，先调点墨汁啊，这个墨汁其实不用调的太多，尺寸不大，50×50，所以说墨汁的话呢，也不用调的太多。调的太多，反而你用的时候呢，反而你调的时候你就不敢在盘子里面乱调了，对吧？倒上这么几滴啊，然后呢，调的时候呢，笔尖上，对，笔尖上调一点点墨色啊，先调一个淡墨啊，先调一个淡墨，先调一个淡墨，觉得太湿润，在纸上吸一吸，在这个废纸上呢吸一吸，然后呢我们就开画啊，画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提前呢，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搜索一些这个，比方说写生了，然后呢用铅笔啊，或者用碳素笔甚至呢也可以用毛笔，打一些这个写生的一些稿子，然后呢，直接对着稿子去画，或者是呢，你如果说像这些小的作品，打不打稿子都无所谓，就直接上手画就行。它无非就是叶子、花儿啊，对不对？叶子和花儿画叶子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画一个侧面一些的叶子侧面一些的叶子。这个地方我们画上它的叶子的背面。用笔的话呢，要灵活一些用笔要灵活一点不要太刻意，也不要用笔太慢有些同学呢，我们用笔太慢太刻意，就是说一直追求老师课上所画的这个效果。实际上呢，不用去刻意追求大家在画的时候呢，注意这种变化就行。那比方说，对不对？这个边缘是有凹凸感的是有凹凸感的，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至于你说这个地方凸还是这个地方凸，那个无所谓画出来之后它有变化就可以了。并且呢，这个是反面的，反面的浅一点正面的叶子呢重一点。我们画好前面这个浅色的，我们再画重色的。这个时候呢，笔尖上调浓墨笔尖上调浓墨干嘛呢？开始画正面的重颜色的叶子。侧锋这样画它就行你也可以这样画也可以向外画，这都没问题，向内向外都可以。也是一样，注意这个叶子的外轮廓，对不对？注意外轮廓，不要把它画得很圆润。然后这样调一笔墨，我们就可以把这片叶子都画出来了呀。没有再去蘸墨，对不对？感觉笔上水分干了怎么办呢？行笔速度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下来如果说太干了，对不对？已经很干了，这个时候再去蘸点水再去蘸点这个剩下的这些墨色不用蘸新墨，就是蘸剩下的这个已经调过一次的这个墨色给它进行补一补给它进行补笔。感觉这个颜色稍浅，然后呢，这个时候还可以进行调整笔尖上再调点浓墨感觉浅的地方，我想加重的地方，对不对？还能再加重。那如果说大家第一遍画出来之后呢，就很具有变化了，就很具有这些墨色的深浅的变化了，那么你就可以不用画了。画写意画嘛，要灵活一些，大家的思想呢要开放一点，要开阔一点，不要去一笔一画的去照抄一笔一画去照抄是没有感觉的，是没有灵魂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再画一片这个含苞待放的叶子
没有张开的叶子，没有张开叶子怎么画呢？注意用笔啊，就是说，哎，摁下去，提起来，再摁下去，然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变化，对不对？那这边少一点，这边多一点，总之呢，就是让它产生变化，这画它就好看啊，没变化的就不好看。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来上一片，这个是朝这边一点，这个呢稍微平一点，对不对？哎，有一个角度上的变化总之画面我们就是在寻找变化。之后呢，调一个淡墨看把重墨呢涮一涮，把重墨不用在水里面涮，在这个纸上细洗，然后再蘸水，它就是淡墨了。它本身就是淡墨。把这个给它这个反面的叶子给它画一画反面的叶子给它画一画把它画的稍微圆润一点就可以了，补上一点，它就是反面的这个叶子。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反面的，再来上一个反面的，正面的可以吗？加上一点正面的，这就是没有开的这些叶子就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画出来了。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画，可以开始画上它的荷花梗。荷花梗的话呢，墨色还要稍微浓一点，笔尖上浓一些，笔肚上可以浅一点。怎么画呢？比方说这个地方，简单的来上一个荷花梗就行。这个地方呢，也来上一个。来上它一下，对，来上它们的荷花梗，点上它们的小刺，荷花梗上的小刺。这个叶脉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等等再画叶脉我们先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是用墨色画的叶子，对不对？墨色画的叶子你现在画叶脉就很容易晕开，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等我们可以等一等，等它半干的时候，我们再去画叶脉。先把它的花儿先把它的其他地方给它画一画，然后呢，我们再去点叶脉。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对不对？我们就不用那支毛笔了，那支毛笔已经蘸了很浓的墨色，我们可以一会儿再用它，可以换一支。那这些毛笔的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很自由的去选择就行。你比方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就是雄狼尖毫那雄狼尖毫我们正常情况下呢，山水我用的多，你说能不能用在花鸟画当中呢？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哪个用的顺手我们就用哪个就可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画它的花儿，画的时候呢，注意它的一个花的一个外形要好看一些，摁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花的尖上胖一点，对不对？花的尖上胖一点。画上一些侧面的，后面的，后面的话呢，有胖的有瘦的，对不对？有胖一点的花，有瘦一点的花，这样去画它这个地方呢，再画上一个小花苞。之后呢，再接着画上它的这些，对不对？笔尖上稍调浓墨很自然的稍蘸了一点点浓墨。你说这个浓墨多浓呢？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很自然稍微笔尖上挑这么一点点就行，很自然的去画它大家画画也是不用去照抄我的这个一模一样因为画不了一模一样的，我自己对着我自己这个画也画不了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画国画呢要讲究这种韵味这种我们自己心中的感受。你自己认为我这样画就好看，我这样画出来我认为是我心中最美的，那你就那样去画可以和我产生区别。当然你如果说我画的很一样，画的和老师很一样那就也完全没问题，对不对？
找到这种自然的感受。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叶子啊还稍微少一点，那么可以进行补笔我觉得这个地方和这个边缘离得有点远，我想让它连接上，那么呢可以进行简单的补笔，简单的补笔就行。这个时候墨色呢就稍微干了一些还可以再等，我们先画花，先把花画完之后我们再这个先把花画完，我们再这个画它的叶脉，太白色，曙红色。先调太白，笔尖上调曙红，调的不要那么太匀不用那么太匀，很自然的这样由上到下这样用笔就行由上到下这样用笔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也是由上到下这样用笔就行。感觉红色少了，再调一点点再补上它一笔，由上到下由上到下，这样很自然的去画它就行。并且呢，也可以留有一些空白，对不对？不用调的，不用把它染得很匀实可以留有一些空白留有一些空白呢，反而更好看。堵得很满反而就不好看了反而缺少一种灵动。对不对简单的这样一勾就可以。之后呢，再调一个浅一点的粉色，笔尖上红色要少一点了。这样一画，这样一画。这样一画感觉没有颜色了，再重新调，笔尖上这个时候调少一点，红一定要少，因为我们画的是什么呢？我们画的是这个里面的花瓣呀，里面花瓣呀它是浅一点的，它是浅一点的，把这样一画就可以了。那画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勾勒叶脉给它加上叶脉。加叶脉的话呢，也可以墨色稍浓一些也是根据变化、根据位置去用墨色。那你比方说像这些反面的，对不对？反面的叶脉我们就不要勾得那么太重，用这个盘子当中这个中层次的墨色，我们去勾它一下就行。中层次的去勾它一下就可以了呀。对不对？像这些地方也是中层次的去勾它一下就可以了。用笔的话呢，也不用那么太顺滑呀，那可以这样很随意的就在滑，就是这样画的很随意的，就是有粗有细，对不对有粗有细，那这个线条呢有提有暗，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在画很自然的这样再画上去就可以了。不用太刻意不要太刻意。那好多同学说老师用笔太快了，那大家画的时候呢，也要找到这个感觉才行。那你不能去描呀，你不能很慢悠悠的这样去描出来是没有写意画的感觉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描出来的是慢的是没有感觉的。那这个地方呢，像这些地方就可以用一些重颜色的墨色来勾一勾它的叶脉了，对不对？很重的这个墨色去勾一勾似显非显的感觉似有非有的感觉就可以。细看它有叶脉离远了看呢又融为一体，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太明显，但是呢也要有要有这个东西才行。再之后呢，我们可以调一个什么颜色呢？我们可以调一个绿色，画上一些它的水草。那这个水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画成墨色的也行或者是呢画成绿色的也可以。让我们画成绿色的吧，绿色的鲜艳漂亮一点。或者是呢画成花青色的也行不用画成绿色，就画成青色的行吗？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花青花青加点墨，或者是呢里面再加点藤黄都可以
就调色的时候呢，也是要放松一点。你像我们这个经过前面的那些，就是说啊，我知道荷叶怎么画了，知道荷花怎么画了，对不对？实际上呢，这个调色方面的配色方面啊，大家可以更加自由一些。你自己认为啊，哪个好看，你调出来啊，画上去好看啊就可以。那一定要有自己的审美啊，大家不要把自己审美给丢掉。一定不要丢掉自己的审美，这个对画画来说太重要了。好多人学着学着呢，把自己给丢掉了，这个不是就坏事了吗？对不对？简单的这样一勾就行。那我是觉得这幅画面当中啊，我现在的一个心情，我更喜欢这个花青啊，然后花青加墨这样一画就可以了呀。那这个画水草的时候呢，就可以用直线啊，这种细直线去画它，围绕着这些荷花梗去画。那么刚开始这个荷花梗是非常明显的，1、2、3、4，对不对？4根。那现在通过水草的加工之后呢，大家再看是不是看不出多少根这个荷花梗了啊？是不是有种哎呦这是多少根啊？还要仔细去数啊？你仔细去数的话呢，又能数出来，但是你猛一看，哎，又看不太出来。这个就是以少胜多呀，对不对？这就是以少胜多。把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加上一些荷花梗。那加这个水草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啊，不要加的太多啊，不要加的太多。你像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加，我一点也没有加，就围绕着这块啊，给它加了密集了一些啊，有疏啊，有疏有密，对不对？有疏有密。那这个地方也是很密。上面呢很稀疏，上面其实我就加了1、2、3、4，对不对？就4根线，一点都没有加其他的，就是4根。下面反而加的很多，就是有疏有密。大家加的时候也是，你不要所有的地方都加的很密，都加的很密，反而就没有效果了啊。有疏有密去加就好看。之后呢，我们可以画上一些细节了。这个时候画面当中呢，其实就已经非常好看了。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细节，找一支小号的小楷笔，找一支小一点的小楷毛笔，加细节嘛，我们就用细一点的毛笔，这样更好控制。当然我有时候呢就用粗的毛笔直接画，大家呢还是要用偏细一点的，这样的话呢更好掌控一点。把这个荷花的花瓣的尖上用这个浓墨呢，偏干一点的浓墨，稍微的这样带上它一下啊，带一下，是不是就显得更加精神一些了？对不对？更加精神一点了。对不对？更加精神一些了，包括这个地方也是，就可以了呀。然后呢，我们再来调一个什么颜色呢？调一个胭脂颜色，调一个胭脂颜色。笔尖上调胭脂。注意传3聚5大家需要单独练练。如果说荷花花蕊勾不好，那需要单独去练习一下。传3聚5的去点它。偷懒了，那莲蓬没有了，莲蓬被挡住了，就不用画它，对不对？就不用画它了。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调藤黄没关系，这个地方用一点花青，这样去染一下它这个小花托也是可以的。之后呢，我们可以画上一只小翠鸟加上一只小翠鸟。这个角度稍微变化一下，稍微调整一下。画上一只小翠鸟。那翠鸟的话呢，我们可以画一只飞着的。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可以画一只飞着的小翠鸟飞着的小翠鸟怎么画呢？我们可以先画它的背部先调一个淡墨先调一个淡墨，先把它的背部给它画出来背部画的时候呢，也是参考我们2个鸡蛋的画法就行这个其实就是2个鸡蛋上面加上了翅膀的张开了就加上了翅膀张开的这个感觉。左边一撇，右边一撇中间还有一撇，这个呢就是飞着的小翠鸟飞着的小翠鸟，对不对？先大家其实呢，就是怎么才能画的这么自由呢？实际上呢，单独练这小翠鸟这小鸟单独练，各个角度的都单独去练一练。那你练完之后呢，你再随便画，对不对？飞着的、站着的，这个什么样的姿势的，对不对？朝前的、朝后的，这个小脑袋怎么转动，那就都能画得出来了。需要单独练然后它的翅尖，还记得翅尖的结构吗？短的最长的，然后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之后呢，又长一点又短了又短了。这边翅膀也是短的、长的，越来越短短完之后呢又越来越长，长完之后呢又短它是这样的结构。然后呢，它的小尾巴，对不对？小尾巴再往前面画呢，就是小脑袋这个小脑袋顶我们已经画好了。再有呢，我们画上它的这个嘴巴，先画上它的嘴巴中线，先画上它的嘴巴中线。再画上它上面的嘴唇，下面的嘴唇，我们把它拟人化一点会更好，对不对？然后画上它的眼睛，眼睛怎么画的炯炯有神呢？不要画的很圆稍微方一点，圆中带方的感觉，小眼睛就精神好看。眼睛的位置呢，画在这个嘴唇的嘴唇的上面后上方。然后呢，这个眼睛我朝哪儿看呢？眼睛朝前面看眼睛朝前面看。再之后呢把这个毛笔散锋调一个散锋的状态，画上它下巴颏上的这个羽毛下巴颏上的这个毛茸茸的羽毛就可以了。这个位置呢，我们再调一个什么颜色呢？我们可以调一个这个可以调一个猪标色，可以调一个猪标色。可以调一个猪标猪标笔尖上呢，对吧？调一个猪标，然后笔尖上呢再调一点点的曙红色笔尖再调一点点曙红色，然后呢简单的这样一摁，简单的这样一摁，把它的小肚子给它画出来因为它小肚子露出来很少小肚子在这种飞行的状态下呢，小肚子露出来非常少，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省去了，对不对？可以省点事儿了，画一点点就行。之后呢，我们再调一个绿色，再找一个头绿色。如果说没有头绿你们用3绿也行比方说我就给大家直接用3绿来画一下，3绿也是可以的。可以自由一些这个调色方面呢，就是大家自由一点，不一定非要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颜色就包括有些小翠鸟它是蓝色的呀有些小翠鸟是绿色的。只不过头绿和头青相对来说这个颜色更稳一些所以说呢看着好像更好看如果说实在没有头青头绿，你用3绿也是可以的。比方说我就用3绿来画一下，顺着那个墨稿我们给它画一下。那有些同学说那老师那个墨稿还有用吗？都被盖住了这个是有用的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有一层墨色和没那一层墨色是不一样的感觉
啊，有那一层墨色呀，它是稳重的啊，没有那一层墨色之后呢，它是漂浮的啊。然后呢，调点这个珠标啊，浅浅的珠标就行，淡淡的珠标就行。把这些小翅尖呢给它染一染啊，给它画一画，画的更加好看一点。其实像这些地方呢，染不染都可以，染上一点会更好看。包括这些地方也是，稍微的这样染一染，带一带。嘴巴这块儿怎么办呢？嘴巴这块儿啊，我们可以调一个曙红啊，笔尖上调胭脂啊，笔尖上调胭脂。笔尖上调胭脂，来画它的嘴巴。注意看看这个嘴巴画到哪儿了？这个颜色，哎，眼睛稍微靠下一点就可以画在这个位置，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再往后呢，我们可以画它的眼睛。眼睛啊，我们需要找一个藤黄颜色。找一个藤黄颜色。笔尖上呢，笔尖上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花青或者是那我不懒得调花青怎么办呢？我调一点三绿也行这个都行就是说还是那个问题，大家盘子当中有哪些颜色你就可以调哪些颜色，但是调出来之后呢，你要注意，它生动，它好看就行比方说三绿有点那啥，我再调点珠标色珠标色给它再染一染，对吧？都可以，再多调点珠标，把它这个地方也给它染一染，眼睛周围也用珠标色染一染，然后呢，调点太白色，调点太白色，把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小羽毛给它染的白一些，漂亮一点，让它漂亮一点。背部的羽毛包括头顶，它有小点儿小白点儿点上一下。背部的羽毛也是点这个小白点的时候呢，注意大小变化注意大小变化。靠近前面的大靠近尾巴这个地方呢就小，并且说靠近尾巴那个地方这个颜色呢也浅它就有一个过渡感觉，有一个过渡感。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呀。那这幅小画我们就可以画完了呀。那实际上呢，我们还能画的再细一些实际上呢，我们还可以再画的更加细致一点。比方说像这些地方，还可以呢通过这种颜色的处理把它处理的更加的好看一点更加好看一点。可以怎么画呢？可以调一个淡淡的珠标淡淡的珠标色，或者淡淡的赭石色也行。珠标和赭石都可以。这样简单的蹭上两笔就行，有这么意思就行有这么意思就行，有这么个感觉就行，蹭上一笔，蹭上一笔，有这么个感觉就够了。用画的那么太具象吗？用画的这个描它吗？不要去描出来了之后就死板了，就不生动了。然后呢，调一点花青色你像在这个盘子里面，那啥色都有，对不对？调点淡淡的花青，把它调的稍微的怎么样？稍微的浅一点稍微浅一点。然后呢，把这些这个墨色的地方也给它染一染，你像这些干笔处也给它染一染，染完之后呢，它就好看了呀。染完之后它这个就水润了就水头感十足了，就好看了这些地方也是染一染它，染一染它，还能在这个地方呢加上一些小数点儿加上一些小数点儿增加细节，这都是增加细节。那好多地方其实加不加都行但是呢，我们想画成更小写意一点的、更细致一点的，就可以加一加了，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一幅小圆卡我们就画好了呀。
啊，非常简单，对不对？提上字，扣上章就可以了。大家画的时候呢，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先把前面的那些知识点呢，好好的去练习一下啊。叶子怎么画，花儿怎么画啊，多练上它一下啊，多练上它一些，然后呢，再自然的去画啊，就可以就很自然的就都能画出来了。题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题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稍微空一点。题在这个位置呢是有点赌气的啊，它朝这边飞，你题在这儿，小鸟就啄到我们的名字了，不好啊。题在这个位置。最后我们再扣上印章，好，扣上印章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一幅荷花翠鸟我们就完成了。好，这节课呀，我们就上到这里。